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因为万国觉醒即将要进入6周年了，所以官方在刚刚发布了一个公告，算是贴文吗？我也不知道啦，算贴文吧。OK， 这个贴文就有写到万国在启航，万国觉醒6周年庆典。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之后会有什么更新。首先就是效能升级的问题，这个就是大家一直时常抱怨的，你们到底有没有把钱花在刀刃上？为什么我玩这个游戏这么卡？那这边你们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像心电图的表格，你们可以看到之前跟之后的差别。之前是虚线，之后是实体线。这里是可以明显感受到是有提升了，但是实际上有没有提升我就不知道啦，这个我之后会测试。并且还有说到平均帧率有提升 46%， 然后大型团战延迟降低了 50%。那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解释过为什么我们的游戏会这么卡顿，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网络问题，就是可能我的国家网速会比较慢一点，然后其他的国家比方说韩国、新加坡他们的网速会比较快一点，导致我们网速不平衡的关系，变成我这里的画面会看起来比较卡。并且我在之前还有强调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解决的，但是这里官方所说是降低 50%， 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延迟的问题。并且在下面还有强调说这一次的测试是用中低阶安卓设备，但是我不确定他们所谓的中低阶是到哪个程度。我觉得如果要比较完整的话，至少要写出它是用什么芯片的手机，这样我之后去做测试才可以看到有什么差别，之前跟之后。像之前画质更新的时候他们就有说过他们是用哪一款手机，像是小米XXX之类的。不管怎样，这里只是单方面官方的说法，之后到底会不会卡顿啊，帧率有没有提升啊，还是要看之后 KVK 的表现怎么样。第二个部分就是推出新的统帅了，但是他这里所说的是玩法升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位新的统帅。首先第一位男性的工兵统帅就是工兵驻防防御，这个统帅呢其实我在之前有透露过，就是在好像是1年之前的韩国线下圆桌会的时候我就有跟大家透露过，这里有提到2个统帅，分别是朝鲜世宗还有崔英将军，2个都是韩国统帅，但是官方这里的答复呢是讲会考虑，但是没有想到拖延了这么久，直到现在已经距离了1年之后才出现，所以有时候我爆出的一些情报啊，你们还是要相信的。不过在官方的中文翻译那边，他的名字叫崔莹，那么工兵统帅其实也比较符合韩国的文明特色。这个统帅的身体比例呢，其实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但是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为什么胸跟肚子是一样阔的。不过一般玩家恐怕是用不到这位统帅了，因为这位统帅是用于驻防用的，所以一般应该只有车头才会使用到这位统帅而已。还有就是今天的透露，官方并没有放出他们全部的技能，就是我们之前有看过他们的技能爆料，但是没有写有百分比多少，所以想要知道统帅的强度怎么样呢，我们还是需要等之后的更新才知道。 OK，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位的工兵男性统帅了。我们看第二位，他的名字是舍泽尔杜尔，我去看了他的资料，说他是埃及最后一位伊斯兰女王，但是在刚刚你们听到我念他的名字都念到有点绕口了，我们直接叫他珍珠就好了。那么这位统帅呢，因为他的技能是有2个特性，就是有真实伤害跟技能伤害，所以可以看到他的天赋是工兵通用技能，这个是正常的。但是这位统帅在野战的表现会怎么样呢？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在工兵统帅里面，一般女性的统帅表现都不太好啦。相较之下，步兵的女性统帅都蛮强的，我不懂官方是不是不喜欢女性在工兵里面呢？而且他们放上女性的角色也是比较符合他的技能吧，因为他的技能是比较偏向于辅助，就是完全没有输出，做盾做回血而已。可能就是因为技能的问题，所以才把这位新的统帅设计成女性。但是你们看这个统帅的造型设计，应该也是不难发现到啦，他的头是真的很大。OK， 目前为止啦，我觉得身体比例最漂亮的女性万国觉醒统帅里面呢，芝诺比亚是最漂亮的，我看到这么多位里面最漂亮就是她。所以我相信这位统帅之后应该还会有其他的画面，比方说大脸或者是大头啦不过不是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的大头啦。不过从这2位新的统帅天赋来看，你们应该也不难发现到，其实官方并没有特意为了真实伤害而设计新的天赋。或许官方他们这一次推出新的真实伤害的过程呢，又有一点像之前终极伤害这样子，刘彻跟哥哥一开始也是没有终极天赋的，
是等到第二批终极统帅出现之后，也就是小西皮还有华莱士出现之后才设计终极天赋。像我之前就有说过吧，这两个新的统帅他们是新的体系，有可能官方放出来是试一下水而已，所以他们不会这么快推出新的天赋。尤其珍珠它的技能是最明显的，又真实伤害又技能伤害，你到底是想要怎样？但是珍珠就比较麻烦，如果他野战要用的时候就必须要做主将，副将的时候就要搭配崔英将军，崔英将军做主将，他做副将。但具体表现如何，这个我们还是要等到实际测试才知道。如果想知道他们的技能是怎么样的，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不过没有数值啦。所以今天就问一下各位，这两个新的统帅造型设计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接着年度剧本2024年 Key Story 什么意思 ？OK， 这边就只有我们自己去猜测了。那这个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有埃塞尔，还有一个维京统帅，这个看起来有比较像是朗纳尔，也就是所谓的维京人。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去搜索一下埃塞尔的资料。根据维基百科的记录，其实埃塞尔出生在维京人大举入侵英国的高峰时期，当时候的英格兰是由埃塞尔的家族统治的。但是在那个时期，英格兰一直受到维京人的袭击，在这之间他们也是有发起反击，最后他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他们就跟那些维京人谈判。这里有说到是维京人的首领古斯伦，在谈判好之后，他们就分开了区域，英格兰那边哪一部分区域，然后维京人那边哪一部分区域。所以根据维基百科的记录之后，我们新的剧本就是以这样子的故事背景进行了。这个背景题材其实还蛮吸引我的，因为在之前做的问卷调查里面就有问到你们希望有怎样的故事背景。我是有说过，希望可以融入一些真实历史上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放在我们的剧本之中，像之前奥尔良之围那样子。所以我是很期待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地图，然后野蛮人可能都变成维京人了。但是真的不要融入太多的技能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真的是太乱了，尤其是那个11世纪的剧本，我真的不喜欢。接着就是有全新的 roguelike 玩法。那这张图片就是给我们看到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祝福，这个就有点类似像黄金之国。下一张图片就看不清楚，他们类似是打一些野蛮人之类的，但是这里可以看到有大概6位玩家，并且根据地形来看的话，这个应该是副本活动来的。不过就算我把画面放得特别大，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可能这个只能等到公告出现之后我们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再来就是周年庆活动，可以自选统帅，并且可以获得100多个传说统帅雕像，还有16000宝石。哇哦，官方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真的是良心发现吗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是怎样获得啊，有可能他获得的渠道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期待这么高。其他的活动就包括周年庆商店，这个是完成一些任务之后可以获得道具，再用道具去兑换一些奖励之类的。万国年计算是我们这一年里面的回忆录吧，你击杀了多少的野蛮人，你拿到了多少的击杀，你花了多少宝石之类 blah blah blah。奇妙马戏团是一定要购买礼包的，你购买礼包之后可以拿到入门票，但是是有概率性可以获得奖励的它的大奖就是可以直接获得一个饰品，但是中奖的概率是真的非常低，我称之为这个奇妙马戏团是骗钱的活动签到大回馈一般都是看你每一天登录，然后会送一些加速宝石之类的，但是一个载具手这个活动我就不确定是什么东西来的。再来大漠逆种，就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的骆驼活动，基本上这个活动也是要购买礼包或者是消耗宝石的，还有其他的活动等等。但是我这边顺便再补充啊，头淘包里要来了，然后登峰造极也要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月你们所消耗的宝石还有钱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自己做好心理准备。接着美术升级，埃及之战地图重置这个我在之前有提过，那不得不说这个美术升级确实做得不错，变得比较漂亮一点了。那么这个地图我在之前有分享过，它一边是有绿洲，另外一边是完全沙漠来的，然后也可以看到绿洲旁边是有河的。不过画质升级的东西呢，其实不是每个玩家都能接受，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与其花这个心思在做新的画面做新的美术，你还不如去升级你的系统。但我个人还是很满意这个新的地图啦，至于各位怎么看呢？下一个统帅界面提升，哇哦，理查减肥成功了吗这个我在之前就有分享过，不过是看到画面而已，这个是连统帅的样貌都有一点改变了，他的武器啊颜色那边有做了一些微调，亚历山大的造型就有一点调整了，这个也是之前有看过的。至于埃塞尔，就是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看起来他好像变矮变胖了至于原逆金，他再也不是半蹲的状态，他终于站直了身板。
而且从这个图片上也可以看到后面的背景其实有做一些轻微的调整，不过也可以明显看到新的图片他们是在旁边有做了模糊处理，似乎是不想要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啦。不过明显感受到统帅在优化之后变得比较卡通化一点了，之前就比较3D 化。那各位你们比较喜欢新版还是旧版的呢？以上就是官方所放出来的一些爆料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你们最满意哪一个部分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